Hello，皆様、こんにちは、KT です。我又要一个人去旅行啦，没办法，因为老公要上班，但是一个人总是要旅行拍片啦，所以我这次呢就要搭这个北海道的这个中央巴士去文别啦。北海道中央巴士的这个文别流冰号，哇，预计要搭4个半小时，现在早上10点要搭到下午2点多。OK， 那我们就再去搭巴士吧。OK， 大家也看到，由于巴士里面希望大家要默沉，也就是不要讲话，所以这一路上我就从幕后跟大家聊聊天，大家可以边看着窗外风景，当作听 podcast。如果觉得吵的话，也可以关静音，放你喜欢的 BGM。一早我从郊区先坐电车来札幌站搭巴士，老实说我还是没睡醒状态，但搭巴士很轻松，反正我可以睡觉跟放空。这一早高速公路的路，老实说看起来也是有点冻结状态，限速50，巴士也开不快，但非常感谢老天呢，就是赏了大好天气。虽然这个路线巴士当时有减班，但还是顺利的搭到。然后巴士票在日本一些网站都可以订，我是先在网站上先订票，然后再去超商付款。大家如果想知道怎么订，详细资讯我也会放资讯栏跟大家说。在北海道冬天的道路，最喜欢呢就是看路上的树木，上面也都积了好多雪，大概大家也是喜欢这样梦幻的感觉吧。然后呢，老实说，这影片是今年2月拍的，然后大概又有人要说我是囤片狂，别这样，因为今年呢频道计划要出线上课程，所以也为了宣传，现在才发片。另外，因为我做的是文别流冰号，要去追流冰。北海道每年的流冰季大概都在2月初到3月初，现在才12月，也不会有这样的天气跟雪况。大家之后想来看流冰的话，也可以参考一下。另外，大家也可能会问，那为什么已经有一点日本的自驾经验，这次还要搭巴士呢？其实呢，我这次计划呢是先搭巴士，再来去文别租车，因为我这次的目标只有文别。如果说单从札幌一天冲文别，这样几百公里的距离，老实说，以我的 K 卡来说，风险特别大。当然，以前的我呢是不管3721，直接呢也是开了，但是我们家鬼教练也说了，那是自杀行为。其实冬天呢，很多道民没事也是不会自驾到这么远的地方，何况是一天内，不是单点短距离慢慢自驾。所以呢，这次就打算坐巴士先过去。坐巴士也相对安全些，为什么？因为大 K 卡呢出个事车就没了，人也可能会没。巴士至少有点保障，虽然呢也不是100%。常常呢看日本新闻就知道，在北海道巴士相关的车祸也不少，很多呢都是跟大卡车强烈碰撞之类。总之呢，这个一半呢就是看命，一半呢就是我们可以做的，多少可以降低风险就降。老实说，日本自驾真的不是你开了多少次，去了多远，经验值就多高多厉害，最重要的还是要懂得去降低风险。途中映入眼帘的不知名滑雪场，好漂亮神秘的感觉。想想呢，这个冬天自己雪季也滑了不少。再来看到的是，我当时还查了一下 Google Map， 这应该是石胜岳没错。从高速公路高高的车窗看过去，真的很壮观啊！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去一探究竟。虽然已经看了几年北海道的雪山，还是会不经意发出赞叹。哎，我现在还在巴士的这个路途上，然后现在大概到了这个旭川附近哦。到了旭川附近，这边巴士呢会先停下来再休息，在这边先让大家上个厕所，然后再继续上路哦。现在大概12点左右，还有2个小时要搭。哇，大家看我这个搭巴士真的跟搭飞机一样，因为没办法，我的脖子真的不太好，这样子才比较好睡觉。哦，真的希望快一点到文别哦。
接下来巴士继续绕过旭川周围，这边真的到处都是山，感觉旭川就是被一群山包围的城市，到处都是滑雪场。再来看到的应该就是大雪山系山脉无雾了，北海道最高峰旭岳所在处，每年初雪最快的地方，看到它连绵整个天空，好不壮观。这一路上我忙着欣赏美景，虽然有小睡眯一下，但是又一直被美景唤醒。身为职业病，不断的耗尽我的记忆体。巴士继续绕行这些群山区域，眼前映入了更大的大雪山风景。据说这座山冬天呢，也是有些人会去爬的，还有滑雪、backcountry 之类。虽然仿佛对我来说很遥远。冬日风景呢，配上太阳高挂，还发出光晕，照亮了整个积雪的大地。这应该也是众所期待的吧。看这个地面上的雪，真的积了蛮深的厚度。眼前的山我已经叫不出名字，北海道真的好多好多山，这应该也是这一趟坐巴士的好处吧，可以一路上放松欣赏这些美景。所以说啦，不要说我都推坑雪假，旅程呢其实也可以弹性调整计划，一半自驾，一半搭公共交通，也是一个选择。眼看地图已经来到了龙上町附近，路边森林看到好几头鹿，很可爱，但说真的，跳到路上就不好玩了。看来已经接近文别不远了。眼看已经来到了文别的市街区域，后面又看到一个不知名的小滑雪场。每户人家的屋顶都积了厚厚的雪，原来冬天这里也有不少的雪量。常常有人问下雪啊，哪里有没有雪之类。其实北海道很大，每个地方雪况都不太一样。通常呢，可以说是靠近日本海侧区域的这个雪量比较多，不过每年天气状况呢也都不太一样，所以还是要看天气预报咯。接下来就正式进入文别市区啦。每来到一个新的地方，总是会好奇这里的人都做些什么为生。不过想到文别也是个靠海的城市，这里的渔业想必也是蛮兴盛的吧。街道上的房子也感觉历史没那么悠久。再经过一段路，很快就要到巴士 Terminal 站下車咯。ターミナル内にゴミ箱ございますので、こちらをご利用ください。トランクにお荷物をお預けの方はお取り間違いのございませんようご確認の上お持ちください。紙の乗車券をお持ちのお客様は、乗務員。OK， 各位，哇塞，我搭了4个多小时的车子，现在已经是下午2点半了。然后我现在呢，要赶快走去那个租车店领我的车子哦。哇，让大家看一下，哇，我已经到文别这边了，文别市区。哇，文别市区，文别实在是有够远的这边，而且这边是搭 JR 电车的话没办法到的，目前只有搭飞机或是坐巴士哦，而且搭飞机好像还没有从新千岁出发的呢。哇塞！这边市区看起来房子也还算蛮多的啊！我预约的租车店，从这个文别巴士总站走过去，大概还要再走个10分钟左右。
不过我觉得已经算近了。哇塞，看那边的房子上面都是遮啦啦冰柱哦，哇，哦，看这边文别现在的雪下的也蛮多的，因为毕竟现在还是2月初，是真冬哦。哇，看一下这只路边的黑猫，哇，哦，上次来文别这边呢，感觉可能已经算起来有2、3年前的事了，而且那时候只是搭1天来回的这个观光巴士，去搭一下那个溜冰船，1天来回就走了。但是我这次竟然要在这边观光竟然要在这边玩个2天半哦，哇，就不晓得这边有什么好玩的啊！我到了，我这次要租车的店在这个文别 Prince Hotel 里面啊，想不到它竟然是在饭店里面。这就是我这次找的租车店 Nico Rent Car。好，我进去了。这是我人生第一次在日本租车哎，哇！我只有在日本买过车，这真的是我租车还是第一次哎。哦，就是这一台，这一次租的是这个普通车哦，大家看起来是不大啦。这次租的就是这个算是 S Class 的一个小的轻型 RV 车吧，但是也是4WD 的。然后它是这个 Toyota Passo 的车。第一次在日本的租车店租车，所以我真的其实也蛮多都还不懂的。哇，真的想象，而且没有想到规则这么多哎，规矩真的是超多的哇！其实巴士有晚一点出发，然后我想说，我都早一点打电话跟他说我今天会晚一点，但是发现他那个时间就是原本的时间都是不能变的。Well， 而且他也提醒，这个车里面是不能抽烟。当然我是没有抽烟，如果抽烟的话还要罚钱，要罚2万日币。还有这个车子的这些座椅也都不能弄脏，比如说有饮料什么倒掉，也全部都要罚钱，罚2万日币。哇，日本的租车都是这么严格的吗？反正就跟大家分享一下，还蛮多规则的。还有现在可以看得到，这个在租的时候，我现在要开的时候，虽然它这个油看起来是有点加满的。不过还缺1格嘞，而且他也跟我说，这个车要还车的时候，还必须要把这个油再加满回来。Well， 是不是感觉租车都是这样子的吗 ？OK， 不过我这次呢，租车呢，反正我有加入他这个保险了，加入保险4000多日币。如果有发生任何的这个事故，还有任何的这个情况的话，基本上我是不用赔偿任何金额的。但是就是要看我有时候要看那个加入保险的那个内容。然后我这次做了这个48小时，差不多是14000多日币哦。然后现在大概下午3点多，然后现在我要先去民宿 check in， 然后 check in 之后，然后再去这次的这个溜冰季，就是他们在他们这次2月10号在那个文别这边有那个溜 hill 马子里，然后晚上去溜 hill 马子里逛逛。到啦，我这次就到这次要入住的这个民宿啦，卡拉马子。哦，看起来好像是一个很大的小木屋，然后它旁边，然后大概看到旁边好像还有滑雪场的样子。那我先去 check in 咯。啊，我现在已经 check in 到这个民宿啦，开箱一下我这次订的这个民宿的这个房间啦。哇，这边整个就是感觉一个很大的小木屋。哦，我感觉我好像来校外教学一样。然后这边呢，它这个浴室呢，跟这个厕所也是公用的啊，反正不过男女都有分开的。OK， 好，那我现在就来看一下我的房间。叮咚 ，OK， 进来啦。哇塞，我这次一个人竟然要睡2床房哎，哇，会不会太好？一个人睡到有2个床的房间，哇，反正不大啦，就是一个很普通的民宿。这边至少也有桌子，还有椅子之类的。不过竟然有2张床哎，那我东西先放这，然后这边有一个拉门，很简单的，里面有放一些备用的一些棉被，还有浴衣之类的。啊，再来看一下，起码有暖炉，现在真的是超级冷的，天哪，哇，它这个暖炉是电子式的。
哇，它现在好像正在热，还正在热当中。现在这个室内温度只有6度，看一下窗外的风景。哦，哇，哦，这就是他们的民宿，就刚才从那边走过来的小木屋，就是这样子啦。窗外至少看得到雪景的。好啦，这就是我这次一个人有点穷游的这个独旅啦。因为毕竟这次呢才玩个2天半，但是预算这样子算起来，差不多也花快要5万日币了。这次呢，因为发现他们文别这边一些饭店跟民宿都还蛮少的，然后我就想说，我一个人就随便住啦。然后我这是在那个文别他们那个观光的那个网站上面找的，然后这边一个晚上是3800日币。然后你可以选择要不要加早餐跟晚餐，然后加早晚餐的话是加2400。那我这次只有选择1天加早晚餐，另外1天没有。那我这次这样子住2个晚上，我一个人是12000日币。只有我一个人的话，那我就简单解决就好啦。啊，坐巴士也一整天了，到这边，哦天哪，那边有一个床，明明阿明可以一起来的话，他就可以睡旁边那一个床的。Well， 好，那我要休息一下，就要再开车去外面晃晃啦。要赶在太阳下山呢，赶快赶去这个溜冰季。虽然说这2、3天都可以看啦，不过还是想说第1天到了，就赶快去看一下这个溜休嘛，这里我还没有去过，看一下这个文别市区啊。哇，我也是第一次来到这个文别市区这边哦。哇，黄灯了，黄灯就不能再走啦。这边感觉真的是像阿明说的，这边的路面感觉非常多这个冻结路面哎。现在差不多是下午4点，快4点半，太阳快下山了。看这个路面感觉会很滑，这个要开车，这个要很小心哦。哇，我现在就要去溜冰季看看咯。